我也对他做出了承诺，要娶她为妻。她早就已经是我们梁家的一员了，她为我们梁家默默付出太多了。我理解你的处境，但蒋经国的打虎行动很快就要结束，有蒋经国这个后台，现在是你掌握战略司的最好时机。我们2个人谁是上级？你。那这个婚现在不能结。为什么？我只有几天的时间。因为需要。为了和你结婚，我用了各种办法。美国大使、蒋夫人上上下下都做了努力。我甚至把一直站在秀姑那一边的施阳都拉过来为我说话。我跟他说，我是多么的爱你。为了见你，我远渡重洋，甚至不惜和肮脏的战犯打交道。你告诉我，你说这样的话，是不是因为秀姑？你爱上他，是吗？你为什么会这么问？因为在这个期间，我要告诉我自己，爱你。而我现在好像已经爱上你了。我们都是情报人员，我们应该知道如何克制自己的感情。我是受过训练，训练如何忘记你。我的确已经忘记了，甚至在你出现之后，我一度告诉自己，忘了你，要忘了你。可是命运太残酷了，因为我已经唤醒了那个心中曾经深爱过，也被深深埋藏过的你。可现在，我爱上了你，但是我爱的人，他的心已经在别人身上。我理解你的痛苦，但这是我们必须要承担的。在英国，你把雅尔达的情报交给我的时候，就已经做出了选择。为了让我们的国家摆脱列强种种的不平等，为了把我们的国家建设的民主、富强、文明，我们要放弃自己的感情，甚至是我们的生命。美惠，你还记得你入党时候的誓言吗？我宣誓，我宣誓，我要永远忠于中国共产党。我要永远忠于中国共产党。这是我们自己的选择，我无怨无悔。其实我应该感到庆幸，因为我找回了我的爱，我的真爱。你记住这个感受，这种痛苦与快乐的交汇，这个开局我们必须继续下去。我现在只想让你抱着我，让我感受到你的爱。
美惠，我们已经没有多少时间了。陈腾在离开的时候，已经为我铺好了战略思路。他力主国军和共军在徐州一战，我已经制定好了一个计划，但他会把这个计划交给蒋介石非常信任的一个人。是谁？蒋经国。如果我在生活上有污点，或者不忠于家庭，我是不会取得他信任的。那他就会拿走我的这个计划，这个计划就会让别人来执行。这个计划实际上是一个双刃剑，如果执行的时候出现纰漏，那我们的军队就会遭受灭顶之灾，到时候胜负就很难预料了。美国会改变态度，对国民政府继续支援。是的，现在有3个因素会给我们的解放军带来可怕的困难。第一点，就是解放区可能会出现灾荒；第二点，美国会改变对国民政府的看法，继续的援助；第3点，苏联人很可能会根据自己的切身利益，减少或者是断绝对东北野战军的援助。所以你必须成为这个计划的执行者。我们要怎样取得蒋经国对你的信任呢？就是我们的这个婚，必须要让别人依着我们结。我们要怎么做？蒋夫人，放开我！我不让你走，梁总，你不能走！放开！梁总，你为什么这么对我？我为你付出了那么多，你为什么不爱我？米兰妮小姐，您怎么了？他不要我，但是我很爱他。米兰妮小姐，您别这样，您这样会吵到夫人休息的。梁总会让你后悔的。哎，快过来帮忙！你放开我！别这样，你别这样！你放开我，梁将军不要我！你别这样！想我啊！米兰妮小姐，米兰妮小姐，夫人，请你进来一下。请进。是梁将军吗？你是哪位？我们是经国先生身边的人，毕姓刘。经国先生让我来找你。经国先生有什么吩咐？久闻梁将军对我们行动的支持，但梁将军，你先把票退掉，咱们进一步说话。可以。梁将军，经国先生现在的处境你是知道的，打虎行动伤了孔家，蒋夫人杀到上海，他只能退避三舍，不然他会亲自给你办。什么事情还要劳烦经国先生？天大的事！你和米兰妮小姐吵架。这件事情才刚刚发生。夫人来挖经国先生，我们自然要知道夫人的动向。书归正传吧，你们吵架，你老人家甩手走了，米兰妮小姐哭着要跳楼啊。人没事吧？幸亏施阳小姐，不然就出事儿了。这个疯狂的女人，也不知道天高地厚。梁将军，他是友邦的外交人员，如果他出事儿了，势必让美国已经极其冷淡的对华外交政策雪上加霜啊！你是说美国的援助？对，我们打老虎是为了重振经济，
支持戡乱救国。蒋夫人那边外交斡旋，争取美元，也是为了戡乱救国呀。周先生，这个米兰妮小姐不是什么美国族，她代表的是美国远东司令部，在中国引渡战犯。您觉得她这么一个小小的办事员，可以影响美国对华的外交政策，是不是太高看了？梁将军，这个小小的米兰妮之所以重要，不在她位置高低，而在她手里握着我们的短处啊。蒋总统对冈村宁次等战犯决定宽大处理，而阎锡山用战犯充当军事顾问，使用战俘扩编部队的事实，米兰妮也掌握了。他曾经让我们很被动啊。如果这次他添油加醋的在麦克阿瑟将军面前一摊牌，你说会不会影响中美关系？我不管这些，我是一个军人，我的婚姻是要上报的，是要得到长官允许。而这个美国女人呢，她跑到这儿来说她买了婚纱，买了戒指，还请了几天的假，好像所有的事情都是美国人说了算。这是不是有点太无视我们军队的制度？我作为一个中国的军人，我只听总统和长官的，对于美国人的话，我从来都不听。不愧是陈长官推荐的党国干政。你们在李宗仁当选后高呼忠于蒋总统的事情，我听说过。经国先生也为之感动啊。话说回来，蒋夫人通过这件事情为难经国先生，已经放出话来了。一个是中美关系，一个是女权受污啊。现在是反投机打老虎的关键时刻，党国能否重振，也确实是在此一举。我不应该给经国先生添乱。对吧？梁将军能这样想，那是最好不过了。依我看，蒋夫人她这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啊，她是想通过这件事情，把经国先生逼出来。现在整顿经济是党国的存亡之举，我认为，只要经国先生能够躲上2个月，国内的投机之风就会消退，物价就会平抑，党国就有救了。梁将军，我知道我的请求于情于理都不合适，但请你帮经国先生过这关吧。我是个军人，我隶属于国防部。哎呀，蒋夫人就是抓住你是国防部派来协助经国先生的，放话让他监督处理。梁将军，你就帮帮经国先生，救救党国吧。你说的没有错，经国先生现在确实是不应该露面。孔令开也坚决不能放，举国上上下下全都看着，如果一旦退缩，就会功亏一篑。这只是其一。第二点，这事关经国先生的政治前途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刘先生，您对党国的忠诚，对经国先生的感情，实在是令我钦佩。都难啊，梁将军，这次委屈你了。啊，结婚手续的事情，我会知会相关部门，尽快办理。我当你们的证婚人，一直有一种背叛秀姑的感觉。他在我最困难的时候，一直陪着我，我无法面对他。你还没有告诉他吧？能拖多久就拖多久吧。我会去安慰他，开导他，我会一直陪着他。孩子不能没有父亲，你的话我已经转告给孟香，可是他是没有回头路了。
如果我带着孩子去找孟祥，你会是怎样的意见？如果这样的话，性质就不一样。我知道这很难。是呀，我会想办法的。这件婚纱穿上实在是太完美了，设计一定要是最好的，价钱不是问题。这已经是最完美的了。给钱你已经付过了，收着吧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谢谢老板。我的钱呢？姑姑是包租婆，要叫妈妈了。哼，我就叫姑姑。小石头、小篮子，你们两个当花童好不好？什么叫花童？那，就是那两个小孩。小篮子真聪明。当花童一定要拿花篮吗？男孩子能不拿花篮吗？为了爸爸和妈妈，拿一次花篮好不好？我奉至高的圣父、至爱的圣子、至圣的圣灵宣告：你们成为夫妇。上帝所结合，人不可分开。上帝与你们同在，直到永远。干嘛呢你？咱们中国人娶媳妇儿讲究的是热闹喜庆，你们这西洋的罗曼蒂克整得冷冷清清的。我来给你们撑点热乎气儿。在教堂门口放鞭炮，你胡子旗还是头一份？那必须的嘛。给我来一串。红子，只有我来做你的证婚人了。我们几个兄弟，吴梦祥到了美国，曾光熙和我也形同陌路，你能来，我特别高兴。以后就没有什么兄弟了，只有战友和敌人。再出一个吴梦祥，我也不会当他是兄弟。曾光熙暗暗叫苦不迭。米兰妮和梁彤的婚礼就在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举行了。他可以肯定，米兰妮就是梁彤新的联络人。可米兰妮的身份，却让自己无从下手。怎么样，黄教授？行。哎，梁彤将军结婚了，你知道吗？结婚了？啊！我好长时间都没有看到他了。结婚也不说一声。我在军队这几年啊，做了不少生意，一直想找机会感谢他，他也不吱一声。他的新娘子是美国大使助理米兰妮小姐，你认识吗？不认识。但听上去还是挺般配的哈。是啊，挺般配的。罗先生，
咱们俩也算是老朋友了吧？合作的也挺愉快，是吗？应该说，这些年我全承蒙您的关照。应该说我们俩是共赢，你对我也很关照啊。真的不能这么说，不能这么说，曾局长。罗先生，罗先生，今天我来是有一件秘密的事情，想请你帮忙。这里只有咱们两个人，所说的话不会有第三个人知道。你也知道，现在共产党已经成气候了，所以现在每个人都想给自己留条后路。是啊，万事留后路啊。罗先生，你说，像你我这样的人，共产党会不会和咱们，也握手言和，既往不咎呢？不好说，真不好说。那要是我们给他们提供一些帮助，就比如说在钱方面，或者提供一些情报什么的，就像周佛海当初跟我们军统合作那样。那周佛海的结局，您也不是不知道。但是我听说共产党好像蛮讲信誉的，不至于也过河拆桥吧？这个吧，罗先生，今天我之所以找你啊，第一，我是认为这么多年了，你是我信得过的朋友。第二呢，你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我也知道你跟新四军做过生意，肯定有关系。我就想请您通过你的那些关系，从中疏通一下，看看能不能。曾局长，我明白您的意思，这事儿能办，太好了。但是得找人，而且得找对人。对，跟花多少钱没关系，对吧？对。这样，只要我身体稍微好一点，能下地走路了，我立刻去办这事儿，包我身上。好。但是我不知道您怎么想啊？我觉得呀，咱别在这儿折腾了，咱去美国吧。你看现在多少人都往那儿跑，在美国有钱就行。咱俩在美国做生意，我这儿还有点资金，加上您的人脉，不比在这儿强。在这儿，你看看我，是吧？哎，说到这儿啊，这儿的医疗水平太差了，我得去美国做手术，这放行的事儿，您看看，要不就给耽误了。啊，你想去美国看病啊？那我还得去找米兰妮小姐。对呀，
如果他能帮忙，就再好不过了。我这边也交代得过去。哎，因为你的案子吧，牵扯到赵恒轩，目前还结不了案。梁彤和你是老朋友，米兰妮小姐应该会帮忙。这样，我让梁彤先过来看看你，你说呢？怎么样？要不要喝杯水？好。曾光熙本来想以投靠共产党给罗浩斌设套，谁知罗浩斌反过来规劝自己远走美国发展。曾光熙决定将计就计，利用罗浩斌深入到米兰和梁彤的关系中去。很遗憾，你们的婚嫁被打断了。金国先生的事情一定很急吧？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好，等我一下。好。金国先生迫于蒋夫人的压力，物价管制宣布失败，金国先生辞职了。但民心和士气已丧失殆尽。金国先生让我请教梁将军，如何看待东北战局？东北的战局不能同局部看，它事关全局的一个要点。我们现在在东北可以说没有任何优势可言，想要野战取胜也非常的困难。我们驻守交通线，把广大的地区让给了共军，对我们来说风险是非常大的。若梁将军用兵，将如何布局？只能够依照明朝的故事，把我们一部分兵力坚守锦州还有山海关一线，抽调我们的主力，配合华北剿阻，一定要剿灭华北聂荣臻部的共军。听金国先生说，陈长官说你有一个计划，在徐州地区和共军决战的计划。对。我个人有个问题，共军以往都是打了就跑，我们如何找他们决战？共军现在已经到了非跟我们决战不可的时候。什么时候？共军在东北取得战略主动权的时候，或者说，共军在东北即将取得胜利的时候。为什么？因为共军要阻止我们增援东北，决战取决于双方的意愿。现在，意愿在我方。谢谢梁将军不吝赐教，金国先生让我传话，希望你把这个计划给他，由他向总统推荐。没有问题。这是一份国共两党在淮海地区进行大决战的计划。梁彤按照中央布置设计了成熟的方案。这孩子不能没有父亲呐！武将军这事儿做的有点不太妥当。秀姑这么多年，一个人带着2个孩子，也真不容易啊。以前呀，孩子妈妈工作忙，这2个孩子从小都是秀姑带大的，亲着呢。等小童子回来，就让他和秀姑马上完婚，这也是对秀姑一个最好的交代了。秀姑，以后你要是遇到什么事儿，一定要告诉我啊。
要得。哦，时间不早了，我先回去了。哎呦，哥哥，我还没跟小弟弟玩呢。慢走啊！下次啊，下次。我们还没跟小弟弟玩呢。有空常来玩啊。好，那你慢走啊。不用送了，好，那你慢走啊。哎，老婆子，哎，你过来。哎，来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说，秀姑会有什么事啊？你神经啊！秀姑能有什么事儿啊？刚才师阳说，如果秀姑有什么事，一定告诉她。是啊，你这一说，我倒想起来了。如果没事，人一般不会这么说。难道是小童子出事了？锦州失守了，太快了。我向总统汇报，他没接，是蒋经国接的电话。他告诉我，你早就有退守锦州、山海关防线，阻断东北、经营华北和江淮的想法。今天都被你料中了，难得陈长官如此器重你。我也是尽我的本分，受陈长官的委托，制定了徐蚌决战的计划。如果我军可以全力的应战，取得一场胜利，就可以平衡在东北的损失。你们都是党国的干城啊，只可惜陈长官要为东北的战事负责，离职了，让你空闲了东北如此关键的时刻。用你太晚了。徐蚌会战的作战计划，您看了？蒋总统看了，何应钦部长看了，我也看了。难得你有如此宽广的胸怀。此时此刻，再看看那些只想捞钱的将军，真是难能可贵呀。所以，蒋经国蒋公子将徐蚌会战这个方案交给了总统，并且推荐你出任战略司司长。总统将这个方案交给了何应钦，批了，任命很快就会下来。谢长官栽培。政权存亡之关键，这个战役不得不打，这是蒋总统的意思。徐蚌决战的计划，还望长官您给予指正。非常好，非常及时，正是当前所必须的。我刚刚就任国防部参谋总长，就要打这么一场关系存亡的大仗，乃是天赐良机呀！有你和我一起共同指挥这场战役，我充满了信心。米兰尼带来了党中央毛主席的最新指示，徐州的这次会战将对缩短解放战争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。不过，作为国民党五虎上将之一的顾祝同来指挥这场会战，会不会对这场战役的结果产生变数？梁同忧虑了起来。米兰尼以美军特使身份的出现，增加了曾光熙的怀疑，激发起他内心的愤怒。他迫切地想揭开米兰尼和梁同的真相。曾光熙再一次布下了陷阱。你们都出去吧。
这是他的公司。这份供词只有一份。你认为梁彤是共产党吗？我和梁将军刚刚结婚，蜜月还没度完，就要面对这样的问题，您不觉得有点残酷吗？是有那么一点儿。就在昨天，东北的锦州已经被共产党占领了，也就是说，整个东北现在已经掌握在共产党手里，以后的形势非常的可怕。但是，我不惧怕共产主义，因为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。这份唯一的供词交给你。我先告辞了。快！何总，大概需要2分钟。衣服换好了，是。出去吧，快！哎呀，行了，今天睡得可真够久。做了一个梦，有人把我带到一个审讯室里头，里边好多刑具，吓死人了。哎呀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是吗？锦州城又被攻下了，这共军可真够厉害。啊！你看，新闻都登了。你胡说八道什么呢？这有什么可保密的？报纸都登了。这东北啊，以后可是共产党的天下了。难怪人人都在留后路。留后路。你怎么来了？老方让我来找你。上车。小心。老方有什么指示？老方在淮阴发现了宝贝。什么宝贝？去年淮阴小组的美国代表，在新四军和国军打起来之后，匆匆而别，留下了2台发报机。这2台发报机和国防部的型号是一样的，原来就是为了和国防部联系的，只需要有密码。密码不是很好找，只有机要人员手里才有。
这属于保密系统，不需要我们提供密码，只需要提供一些译好的电文。我们最近策反了几个国民党的黑市成员，通过他们的专业知识，再对照接收的电文，我们就有可能获取密码。只要有密码，国防部就没有难题。